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花少妻隐藏大佬，要是没有李沁的共情，观众还真看不明白张晚意的小心机。我刚刷完花少妻最新一期，直接被张晚意和李沁那段皮划艇分组操作秀了一脸。当时不是要2人一组吗？肯定会多一个人的跟教练。张晚意作为剩下唯一的男生，在李沁、马思纯和张雅琪里选一个搭档。你猜他怎么着？他直接对着李沁和马思纯来了一句：“你俩争一下。”好家伙，这把火点的，2位姐姐立马扭头自己组队了，留张晚意一人原地尬住。这场景当时看着就是搞笑，但后来李沁在采访里一语道破天机。他说：“确实也挺难的，你说他到底选3姐还是4姐，还是5妹呢？”他这样又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个问题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张晚意这哪是嘚瑟，分明是甩锅高手。轻轻一句话就把选择题变成了送命题，抛给别人，自己全身而退。李沁也是秒懂，立马接招和马思纯牵手成功。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，看的人那叫一个舒服。这节目能火，真不是靠剧本冲突，全是这些高情商瞬间堆出来的。说到李沁，这姑娘在节目里真是宝藏，看起来软软糯糯的，关键时刻却霸总气场全开。捷克站她当导游，手握财政大权，不但没给自己多分钱，反而给每人发了5000克朗零花钱，自己只留1000。他记得张晚意说过想买冰箱贴，就自掏腰包买了7个送全员。之前埃及站他看中丝巾钱不够，那英带头资助他，这份情他一直记着。等到自己掌权时，那种回报方式不是算计，是发自内心的我的对大家好。还有那次户外烧烤突然下雨，大家兴致一下就蔫了。李沁马上说：“我反而觉得，下雨有下雨的浪漫，晴天有晴天的美好。”这话一说，氛围立马回暖。张雅琪紧张说不出话，她递糖，马思纯睡眠减，她主动把楼下大床让出去。陈数体力跟不上，她默默陪在后面。这些细节装不出来，是骨子里的体贴。但别以为他只有温柔面，近距离和变色龙合影任务，他怕得要死。手臂放上变色龙时吓到语无伦次，结果那英喊1、2、3拍照，他瞬间切换职业微笑，马思纯在旁边笑到失控，龚俊都看呆了。网友调侃她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，这反差萌绝了。她吃饭也特实在，干完农活直接捧碗狂炫，1碗不够还喊再给1碗饭，一点没有女明星的包袱。这种真实感比那些端着架子的可爱多了。张晚意更是这季的黑马，我原来以为她就是个正剧小生，结果她掏出一块香皂介绍：“这是我的沐浴露，这是我的洗发膏，这是我的洗面奶，3合1香皂梗直接让我笑喷，彻底颠覆形象。”导演问他是不是 P 属性还是 J 属性，他一脸认真回答：“我是个 P。”这种莫名其妙的幽默感，简直藏在我的笑点上。7个人分1根冰棍，他严肃纠正导演，是分1块冰棍。这种一本正经的搞笑，比刻意造梗自然多了。他最杀我的还是那种情绪稳定的钝感力。马思纯问他：“那你的气怎么消化呢？”他回：“我没有气，有什么好气的？那一会就过去了。”这种不内耗的特质，对容易焦虑的人简直是救赎。有次鸟屎拉马思纯身上，他拍着她说：“拉了个粑粑，你太幸运了。你更幸运的是我带了湿纸巾，一点没沾上。”几句话就把尴尬事变成了搞笑经历。晕车时那英给他精油涂鼻子下面，他只涂手腕，还的时候特意说：“姐，我都是用手抹的，没碰其他地方。”这种分寸感透着实打实的教养。
其实整个花少团都很有看头。那英直爽淡暖心，陈述从淡人慢慢放开，龚俊靠谱又会照顾人。他们不搞勾心斗角，而是用成年人的智慧化解小尴尬。像那次丝巾事件，李沁超预算犹豫，龚俊一句你要是想买，下一站零用钱你就少拿就行，瞬间减轻他的心理负担。那英第一时间掏钱，张晚意也支援100镑。这种你帮我，我帮你的氛围，让节目像老友记一样舒服。这群人凑一起，难怪网友说这是治愈系综艺。没有剧本强行煽情，只有真实流动的情商较量。张晚意的小心机和李沁的共情力，看似是两个极端，实则共同撑起了这季花少的温情底色。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沁陈哲远一笑随歌结局揭晓，热度破万，原著终章揭晓。李沁、陈哲远领衔主演的人气剧《一笑随歌》大结局热度飙破9000加，创下开播以来最高纪录，并在平台年度古装剧热度排行榜名列前茅，缔造佳绩。今天跟着女子样一起来跟上《一笑随歌》剧集精彩完结篇。小编在加码原著小说中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，粉丝们千万别错过。热门古装剧《一笑随歌》日前迎来大结局，在剧集第37、38集当中，促进肃杀、锦绣两国联姻的公主凤夕阳夏梦氏，原本对锦绣镇南王夏敬时、陈赫一事一见钟情，后来因父兄接连遭到对方毒手，沦为权斗牺牲品。凤夕阳为了复仇，与爱他的锦绣圣地夏敬言、秦天宇氏联手联盟，情感也日渐加深。准备夺权的夏敬时虐待、羞辱、杀害圣地夏敬言，还拿剑刺穿凤夕阳孕肚。好在凤随哥陈哲远氏与傅一笑李沁氏领兵前来搭救，愤怒的凤随哥当场击毙夏敬时。而肃杀国大皇子凤随哥为了让公主妖妹凤夕阳回复对人生的希望，竟将皇位让出，请凤夕阳暂代朝政3年。最终凤随哥携傅一笑甜蜜低调的归隐山林，承诺在3年效期后献给爱人一场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。一笑随歌改编自网络作家释义谦于笔下小说《一笑》。原著结局描述镇南王夏敬时曾是锦绣国储君首选，但他却在立储的最后关头放弃角逐皇位。原来他收到当今太后的威胁，因为对方发现自己的惊天秘密。原来夏敬时是天阉，无法为锦绣王朝诞育后代。圣帝夏敬言以凤夕阳威胁夏敬时，凤夕阳为了让夏敬时不被控制，选择以身赴死。夏敬时与凤随哥联手制裁圣帝夏敬言，并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登上锦绣皇位，而凤随哥带着傅一笑返回肃杀国继承皇位，并将傅一笑封后，夫妻2人共同跃上皇权之巅。